中华上下5000年，在这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从三皇五帝到末代皇帝溥仪，中间出现了众多的皇帝。有的皇帝开疆扩土，建立霸业；有的皇帝昏庸无能，残暴无道，在位的时间也是不尽相同。有的在位10几年，有的却只有不到半天，性格也是大不相同，千奇百怪。真应了那句话：自古皇帝多奇葩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中国的10大皇帝。第10名，清圣祖玄烨。玄烨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。对于清朝虽没有太多好感，但不得不说，康熙皇帝比起一些皇帝要好太多。康熙8岁登基，14岁亲政，在位6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少年时就铲除了权臣鳌拜，成年后先后平定三藩，收复台湾，亲征噶尔丹，保卫雅各萨，以尼布楚条约确保清王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控制。创立多伦会盟，取代战争，联络蒙古各部，奠定了清朝兴衰的根基，开创出乾隆盛世的局面。朕知道，你们有的人比这7个人更腐败。朕劝你们一句，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，洗一洗，知道知道。第9名，明太祖朱元璋。要说朱元璋，那也是个奇人，他当过乞丐，也做过和尚。在元末那个动乱的时代，他竟然慢慢的成为了一方的起义领袖，手下有众多士兵，将领也是能征善战。最后他击败各路起义军，在应天府称帝，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朱元璋在位期间，下令农民归耕，奖励垦荒，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，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，大力提倡种植桑、麻、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。在历朝历代中，大明是对贪污腐败最严格的，一经发现全部处死。这是梁祝还是棺材板啊？大明的首次恩科竟敢如此之糊弄，朝廷的恩典都让小人们偷吃了。贪官，这里肯定有贪官在作祟。好在今天咱踏出个大窟窿来，踏出个贪官污吏来。谁干的？咱查出来，一定把他给砍了，把他的脑袋就埋在那个窟窿里面，让天下的士子都从他脑袋上面踩过去。第8名，宋太宗赵匡胤。咱们经常说的黄袍加身，杯酒释兵权，说的就是这位皇帝。赵匡胤原是后周大将，后周显德7年元月初1，北汉及契丹联兵犯边，时任归德军节度使。检校太尉的赵匡胤受命前往御敌。初3夜晚，大军于京城汴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，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，史称陈桥兵变。大军随即回师京城，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，赵匡胤登基，改元建隆，国号宋，史称宋朝、北宋，结束了自唐末5代以来长达近70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。第7名，唐太宗李世民。要说起唐朝历史，太宗李世民是无法避过的。李世民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，他也是一位马上皇帝。唐朝能够建立起来，他的功劳算是最大的。隋末时期，天下大乱，各地群雄并起。李渊看准时期建立唐朝，李世民被封为秦王，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、刘武周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等军阀，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。说到李世民，肯定要提起玄武门之变了，毕竟这算他一生中最大的黑点了。当时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因为地位已经势同水火了，李世民便在帝都玄武门伏击李建成，最终将李建成、李元吉射杀，历史上称为玄武门之变。唐高宗李渊不久退位，李世民继位，改元贞观。李世民为帝之后，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，对内以文治天下，虚心纳谏，厉行节约，劝克农桑，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，国泰民安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。第6名，隋文帝杨坚。隋朝虽然和秦朝一样经2世而亡，但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无人能取代。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，杨坚在位期间，军事上攻灭陈国，击破突厥，被尊为圣人可汗。
内政方面，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，发展文化经济，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，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朝统一前近300年的分割割据状态，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，使北方民族大融合，南方经济发展。开皇年间，隋朝疆域辽阔，人口达到700余万户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。虽然被隋炀帝杨广玩坏了，但也为唐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隋朝的很多制度也在唐朝延续下去，为唐朝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第5名，成吉思汗。元朝的前身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帝国，成吉思汗是他的尊号，他的真名叫铁木真。我们看过的影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就有他的身影。他的一生骁勇善战，颇为传奇。他带领军队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，征服地域西达中亚、东欧的黑海海滨，这是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时刻。1227年，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。后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，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。第4名，汉光武帝刘秀。要说起刘秀，那可真是个传奇。大家一直认为王莽一个穿越者，因为他的很多政策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，他制作的很多东西都是后世才有的。现代人穿越到古代，大家一定会认为那还不是碾压古人，可是到了刘秀这儿根本就不管用。当时的刘秀部队兵力少得可怜，装备也是很差，但就是这样，刘秀靠着他不可思议的运气打败了诸多豪强，所以大家都戏称他是位面之子。第3名，汉武帝刘彻。说到皇帝，汉武帝刘彻绝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。他作为西汉的第7位皇帝，在位时励精图治，勤政亲贤，开创了西汉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。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当时的汉朝在历史上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。同时，汉武帝还是创立年号并使用年号的第一个皇帝。他在位期间曾用过建元、元光等多个年号，因为杰出的从政表现，他也收获了后人的高度赞扬。他治理的汉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汉武盛世。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，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，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第2名，秦始皇嬴政。说起嬴政，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绝对是褒贬不一，但坦率来讲，他的确也是有功有过。他在中央首创皇帝制度，实施3公9卿，管理国家大事；地方上则废除分封制，代以郡县制，同时又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对外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，修筑万里长城，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，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新局面，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并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，被明代思想家李治誉为千古一帝。必将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通通废掉，只留一种，岂不痛快啊？大王不是只灭6国吗？6国算什么？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。第1名，韦直。不得不说，古代皇帝作为天选之人，一个国家的执政头脑，他们的性格品质确实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。而在漫长历史岁月中，各式皇帝层出不穷。这里呢，小编也是整理网络资料所得。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人选，欢迎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探索古代帝王兴衰历程。